照您方定义，执念就是不去做就会痛苦。可是我们照着执念去做了，也是人生之悲。那我们的人生只剩下悲与苦了吗？人生是苦，我们向死而生。即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依然用它去寻找光明。请正方辩手继续发言。我来。我来。请正方辩手继续发言。结束了。怎么样，赢了吗？你考的怎么样啊？还不错，你们呢？你有想我吗？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到底赢不赢啊？你猜啊？既然能开这种玩笑，就代表赢了呗。不是说回学校庆祝吗？怎么来这儿了？大名鼎鼎的日料店早就想来了，不尝一下怎么对得起几个小时的高铁？你这吃货的本性绝对不输村强。走吧。没关系。谢谢。你早就订好了？嗯，提前2天预定的。原来你千里迢迢来这里，为的就是日料啊！你考完了，是不是该庆祝一下？这种重要的仪式感，你自己没考虑，我替你计划周全了，你还怪我？好，好，好，谢谢你，可以了吧？好。对了，比赛打得还顺利吗？尽在掌握。说说看，怎么个尽在掌握法？谢谢主席，大家好。执念为我们的人生前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激励。诚然，执念的方向可能有好坏，有现实和虚幻，有伟大和渺小，但不能因为有好的执念就是人生之喜，有了坏的执念就是人生之悲。一边论证了我方观点，一边论证了对方观点。因此，执念的方向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它能够提供我们人生前进的动力。它激励着我们的人生不断增加宽度和广度。就这一点而言，人生有动力，自然是人生之喜。完全按照我们的既定策略，以防守开局，随后亮出了强而有力的核心逻辑，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不错嘛。麦街烧煎鱼，2位请慢用。谢谢。试试看。好。用烟熏巧妙地去掉了鱼腥味儿，就像我们的立论，通过动力和方向的说法，把人们概念中负面的执念综合成了执念有好有坏。不过这一点也成为了反方之后的必争之处。世界上可能有不好的执念，你刚才说过。我也说了，执念有好的，你能举出一个坏的执念，我就能举出一个好的执念。但不管黑猫白猫，执念这只猫一定都是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好猫。这个问题无效啊，非但没有形成进攻，反而让你得到了重申立论的机会。不过很快，他抛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有动力就是人生之喜吗？
人生有尽头，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死亡近一步。一旦死亡降临，一切你所追求、所期望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一场泡影。执念会推着我们走向死亡的虚无，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死亡一定是虚无的吗？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以身殉国是不是执念？以身殉国又值不值得人尊敬呢？谢谢主席，向各位问好。说到执念，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一定要比隔壁家的王二狗强，不管他起点多高，我一定要得到最好的东西，无论家庭是否能负担。我一定要追到我的男神，哪怕青春流逝。发现了吗？执念在结果上往往是求而不得。反方从人们对执念的第一印象入手，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执念负面的刻板印象。并且在已知的感性认知上进行了理性的推导。不仅仅是结果上的不如意，在过程中，由于过度专注执着，往往忽视了人生旅途中的其他风景，路可能越走越窄。此时的执念不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而变成限制你人生的牢笼。拥有执念的人固守自己的坚持，却无视身外环境的变迁，忽略了发展的翻天覆地。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追求不变，这难道不是刻舟求剑式的悲哀吗？这是正方人生动力论点的可能性推论，也是后来比赛中双方交锋的重要战场。他们的价值升华也做得可圈可点。如果你是评委的话，你会给他们的理论打多少分？7个吧。但是在之后的质询当中，华夏质询太弱，反而给了对方很多的展现空间。求不得的执念是一种痛苦，对吗？对。那有痛苦就是人生之悲吗？有痛苦难道是人生之喜吗？怕不是您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吧？不，有的时候有痛苦也是一种人生之喜，您不能全盘否定吧？但至少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痛苦是件悲惨的事情。所以，如果执念求得了，就是人生之喜吗？不对，欲望满足了会产生新的欲望，执念求得了会产生新的执念，循环往复还是人生之悲，因为刀口甜蜜终有割舌之患呢。对了，你说华夏把驳论点提前透露给对方，怎么回事？针对执念是牢笼这个论点，我们的反驳是，执念是突破牢笼的动力。他提出来，却没有进行有效的论述。反正有你在，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这次是小西的功劳，他的2次立论圆上了华夏没说完的话。谢谢主席。对方没有说执念是牢笼，我觉得恰恰相反。当我们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困境或者牢笼的时候，是什么帮助我们摆脱了这种境遇呢？不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服气和想战胜它的小执念吗？对方没有说求不得是痛苦，可问题在于没谁能随随便便成功。你之所以求不得的原因，是因为你求的还不够。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哪一次的求不得，真的是我们已经努力了千百次，努力到无能为力而求之不得的呢？往往我们的求不得，是因为我们求的执念还不够深，甚至还不能称之为执念，就早早的放弃，自欺欺人，还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去指责那些成大事有执念的人。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的人生是不是只剩下与小乔的风流往事呢？如果没有诸葛亮，司马懿又如何尽显其过人才智呢？如果我们一生之中真的遇见了一个让我们倾其所有、耗尽才智、努力到极限的执念，这不也是一种人生之喜吗？所以呀，因有量才有余。执念不仅给了我们人生动力，而且正因为我们大大小小、丰富多彩的执念，才使得与我们区别于别人，而成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评判人生之悲喜的标准很简单，就看拥有执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综上，执念定义了我，推动着我，也指引着我，所以拥有执念是人生之喜。谢谢。烤蔬菜沙拉，天妇罗茶泡饭，刺身拼盘，香煎银鳕鱼，秦曼柚。很好吃。对了，你知道那个朱大伟在质询环节用了什么当例子吗？什么例子？偶像明星的疯狂粉丝张小丽。那不是很早之前的新闻了吗？
不过用在他们的持方倒是挺贴切的。您方说执念帮助我们自我认知，那么请问有没有不利于我们自我认知的执念呢？自我认知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张小丽非明星不嫁的执念有利于她的自我认知吗？这是她的人生之喜吗？这是不适宜的执念。追逐执念的过程就是自我认知的过程，而他在非明星不嫁的执念中屡屡碰壁，就是自我认知趋于正确的过程。最终他幡然悔悟，放下执念，这当然是人生之喜了。好，放下执念是人生之喜，那拥有执念不就是人生之悲吗？不曾拿起，何谈放下呀？没有这个执念不是更好吗？可是人生不是假设题呀。假如她没有这个执念，早早的嫁给了一个家暴的丈夫，这不是更糟吗？你说更糟，是因为你也觉得有这个执念其实挺糟糕的吗？人生的境遇有好有坏，我们承认。可是如果好就是人生之喜，坏就是人生之悲，这样的评判是不是太肤浅了呢？我方认为，只要执念能够推动人生的发展，有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它就是人生之喜。朱大伟抓失误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小西却利用了这次契机，再次重申了警方的标准，值得点赞。不过朱大伟还是透过张小丽的执念，问到了大众心中关于执念最想问的那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张小丽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呢？一个脑残粉的自省，一个偏离社会价值取向的人重新回归人生的轨道，这是不是一种正能量呢？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以，知耻近有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就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其人生价值就一定更高吗？这个执念让张小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才实现了一个平常人的自我认知。请问，这个执念为什么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呢？是啊，我们有很多人只是为了再成为一个平常人而拼尽全力，可对方辩友还要否定他们的希望，抹去他们的努力，说他们这一点执念都是人生之悲。命运已经如此残酷了，您可比命运要残酷得多呀。我猜接下来对方二辩在立论环节中，应该把重点会放在不救牢笼这个论点上。没错，我方说执念是一个牢笼，其根本原因在于执念的非理性特性会降低我们的判断力，从而渐渐的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看不到其他的风景，在狭隘的眼界和追求中，会使我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对方辩友告诉我们，牢笼通过执念可以突破，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失去理性的执念，我们要通过理性来突破；忘记周围一切的牢笼，我们要通过思考和判断来突破。如果说执念本身就是牢笼枷锁的话，又何以成为斩断枷锁的利刃呢？当对方辩友在说出“突破牢笼”这4个字的同时，是不是本身也承认了我方的观点？执念就是牢笼呢？那接下来就该是白宇的质询环节了吧？看你的样子，白宇是不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不是，进步还是明显的，至少节奏感强了很多。牢笼的突破可不可喜？突破一个牢笼，我们又会钻进一个新的牢笼。那牢笼突破了，是不是就是求得了呢？刀口舔蜜，终有割舌之患，在成功之上，总是盘旋着失败的阴影啊。所以人生不应该追求成功，应该追求失败了。对方辩友，您的人生还真是轻松啊！不，我说的是不应该希望执念会成功。为什么执念的成功就是刀口舔蜜，而人生的成功就没有割舌之患呢？这两者还是……换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超级帝国，他的执念最终还是求得了，这是不是他的人生之喜呢？可是他英年早逝，这是不是人生之悲呢？他英年早逝是因为他拥有执念吗？如果他不想征服世界，又怎会积劳成疾？如果他不是国王，他也不会想征服世界。按照您方的说法，这万人之上的王位也是人生之悲了。那这样的人生之悲，我想来一答。非理性求不得，侥幸一次不代表终将成功。不过还是被白宇抖机灵给绕了进去。接着小结阶段，对方重点攻击正方执念，定义自己的论点。
我们是谁需要用执念来定义吗？我是南交大的学生，我是商学院的辩手，我是男生，我是北方人。请问在这些自我定义当中，又有哪些是我的执念呢？为什么要有执念才能活出自己呢？商学院虽然信心满满，不过这个时候白宇的驳论直击了对方2个论点的自相矛盾。刚才对方辩友举了很多他对自己的定义，说不需要执念也可以定义自己。那么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他说的南交大的学生，在座的都是男生一半是吧？北方人也算是一半吧？可唯独辩手这个身份，现在就只有我们场上的8位。所以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对辩论没有执念，我们为什么要来打比赛？如果我们对输赢没有执念，我们为什么能走到8强？所以此时此刻站在8强赛上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对吗？对。其次，对方辩友始终在说执念是牢笼，又告诉我们牢笼可能会被突破，只不过突破了以后还在牢笼之中。感情对方辩友，您的人生就是个套娃。不过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套娃的呢？当我们突破了一个小的牢笼之后，我们会发现外面有一个更大的牢笼。所以我们的人生追求完一个小的目标之后，会去追逐一个更大的目标。那是不是拥有目标也是人生之悲了呢？所以按照对方辩友您的逻辑，拥有目标、拥有理想、拥有梦想，这些通通都是人生之悲的话，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躺在床上过着咸鱼一般的生活，才是对方辩友的人生之喜呢？而我们不断突破自我，不断从每一个套娃中挣脱分离的动力，不恰恰是执念所赋予我们的吗？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喜吗？其实打到自由辩论之前，我都觉得我们赢定了。打个自由辩论，打得心里没底儿了。自由辩论可是商学院的强项，尤其这种快攻的节奏，直接把白宇带的起飞了。你这是什么形容？你回头看孙晴路的 DV 就知道了，绝对所言非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请问这样不可得的执念，为什么是他们的人生之喜呢？没这执念，今天谁认识他们呀？万古流芳难道不算人生之喜吗？请问黑人争取到了平等人权，算不算他们的人生之喜呢？是人生之喜啊！可是争取平权是理想，不是执念吗？用一生的精力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请问喜从何来？精卫填海是执念，到了黑人平权就是理想，您这是在歧视精卫吗？理性是理想，非理性是执念，请问精卫填海理性吗？那么武松在喝醉之后不听人劝，偏向虎山行，这是不是他的执念呢？那您不听我方2辩劝，非指理想为执念，请问这是不是您的执念？真理不辩不明，有碰撞才有真相，这是我们的辩论之喜吗？虽然白宇的发言都很精彩，却在对方非理性这个战场里缠斗，这令人头疼。教练的针对训练也做了，其实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强求。团体配合可是占了大比分。可是如果能让他自由发挥，拿到掌声，可能分数会更高。至少目前你跟小西还能拉住他。我们现在碰撞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执念到底是不是非理性的呢？执念是非理性就能论证其人生之悲吗？我们的非理性都有些什么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性，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血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率性。这些非理性的行为为何不能成为我们的人生之喜呢？众所周知，乔布斯对极简美学的执念可以说是丧心病狂，这又是不是他的人生之喜呢？正因为他是一个对事业充满执念的工作狂，所以他才会英年早逝。正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他因偏执而过度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天妒英才，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死有重于泰山，我方1辩已经说过了，请问乔布斯是否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呢？死也有轻于鸿毛啊！像追太阳这种无意义的执念而死的夸父，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夸父的悲不在于他追太阳的执念，而在于他追求执念的过程中他死了。如果他一直追下去，他会发现地球是圆的，人类文明进程也会因为他的执念而超越4000年。请问这难道不是可喜的吗？对呀，所以夸父想要不间断的环球马拉松，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就是脑子有问题，这是不可悲吗？麦哲伦也有这种执念，是不是可喜的呢？
2战后，德国士兵终于醒悟过来，原来曾经偏执以为的荣耀，却对全世界人民犯下了如此大的罪恶。请问，这是不是他们的人生之悲呢？所以他还是醒悟了呀。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人生之喜，我不想再重复了，请正视我方3遍的问题。麦哲伦的执念帮助他对抗旁人的奚落和大自然的阻碍，完成了环球旅行的壮举，这是不是人生之喜呢？朝闻道夕死可以，为什么可喜呢？一辈子的行为认知都是错误的，时间被白白浪费了，这难道不是人生之悲吗？没有这个执念，最后到死都是不明不白的。对方辩友的意思是，这反倒是可喜的了。换个问题，请问知足常乐是不是人生之喜呢？是一种人生之喜，有执念可以让我们奋斗与坚持，没有执念我们可以知足常乐啊，各有各的可喜之处啊。常言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爱情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那么，请问拥有爱是不是一种人生之喜呢？被拐卖孩子的父母因为爱孩子，抛家舍业，踏上了几10年的漫漫寻子路。请问，这样爱的执念是不是人生之悲呢？造成悲剧的是父母的执念，还是人贩子呢？按照您方的观点，应该抓起来的是孩子的父母啊，是他们的执念犯的罪啊。哦，请您正面回答我方4遍的问题：拥有爱到底是不是人生之喜呢？白宇怎么听起来好像还是只会防守？他这一个寒假都白练了。孙晴啊，还帮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坚岸飞弓的提问小白痴。哎，对了，那杨华夏的总结怎么样了？跟上次一样，惊艳四座。也是，他上次来劝我去考研的那段陈词说的已经非常棒了。他在场上还找到了一个更棒的叙述角度。谢谢主席。如果拥有执念是人生之悲，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拥有执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告诉自己，那些我执着不放的梦想，我相思入骨的爱人，那些都是我的人生之悲。难道我应该忘了他吗？如果拥有执念是人生之悲，那么当我们发现朋友拥有执念的时候，我们作为朋友是否应该劝阻他呢？可是微妙之处在于，我们的劝阻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执念呢？那么为什么别人的执念就要屈服于我们的执念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包容、去理解、去支持别人的执念，尝试着去思考、去坚持自己的执念，尝试着先不去讨论这个执念最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收益还是损失，而是抱着对美好经历的那一点小小的期待，去放肆着一丝执念。也许我们会发现，人生一世，正是那些心头久久不能忘却的执念，才造就了我们每个人，才造就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对执念的理解和包容，恰恰是给予我们所有人空间，也是给予每个人未来。这才是人生之喜。谢谢。喂，妈。婷婷，你没事吧？啊，你总算接电话了，我们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和你爸呀，在面试的单位等了你2个小时，你总也不接电话，我们都急坏了。那是因为我在考试。什么？你还要考美院？妈，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我现在的选择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妈，对不起，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给我。婷婷啊，我是爸爸，人没事就好，有什么事情啊，回来再说啊，就这样。你这孩子。没事。还好吗？回家肯定是要挨骂呀。你这次不哭了？
你怎么那么讨厌？走吧，白宇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呢。做什么呀？庆功宴啊！不是下午刚吃完吗？那只好辛苦一下你的胃了。我们来了。萍姐，萍姐，你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我就叫婷姐从不掉链子。咦，秦培呀，你快过来了，来，你瞅瞅，你这俩货给我这照我冻成啥样了？我的天，你放下呀！孙晴，你家不是开饭馆的吗？怎么连青菜都能炒糊啊？这土鳖，我家那是西式简餐，跟这就不是一个次元。我来吧。你放心了，这点小事儿难不倒本天才。你还是让队长上吧。我现在看见学校湖里那2只黑天鹅，都能馋得流口水了。你们谁帮我洗菜？我帮你。耶！哎，我先说几句啊。队长和社长都没开口呢，哪有你说话的份？那我就作为下一届社长兼队长说几句。好，今天这顿呢是主要庆祝婷姐顺利参加复试。同时也庆祝你们今天创造了历史。哎，你这话等到我们下个月夺冠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我们的目标是称霸全校，称霸全校！耶！吃饭！以后不准再吐槽我只回答不进攻了，好吧？回答完还不是忘了问回去？哎，不是，你有没有觉得我那一段很在状态的 freestyle 很牛，既有进攻也有防守？你完美维持了你的一贯水准，险些酿成大事。你不会是嫉妒我吧？对了，小西，小陈最近干嘛呀？怎么一直没看到他呀？他在忙学校的事儿呢，这个工作狂，连我都见不到他。哦，这样啊。对了，我有事要还，先走了。哎，等等我。你不是来还书吗？书呢？哦，对。这本书不是你刚借的吗？看完啦？看完了，刚看完。讲的什么呀？老没意思了，就是一女的，一开始特别惨，后来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大团圆。大团圆。白宇，你没事吧？这本书讲的是个悲剧故事。嘿嘿。明天去郊游吗？不去，刚打完比赛太累了。我帮你背包。这倒可以考虑。说定了啊。行不行？倒是给句话呀。你不用跟他们一起庆祝，没事吗？没事儿，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你待一块儿。那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吧。好。坐那儿吧。我有话想跟你说。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可是，文学院和法政学院肯定会在赛场上碰到。为了避嫌，我们俩的事儿还是等比完赛再说吧。这样啊？那我还能去你家吗？能啊。那我还能教你辩论吗？你难道想撂吗？不是。既然整天都能看到你，我没问题。
谁啊？你俩这么晚在这干什么呢？你们俩不会是？我们就是好奇你们说些什么，就过来看看。就是，万一你俩提前勾结，我也好及时向队长报告。你俩真该换个地方。你俩才该换个地方吧。小西，咱俩走，地方留给他俩。这不是孙强啊？孙强，你看你找的好地方。不是我找的，他找的。这么好的地方，你自个儿用吧啊！哎，你们都是来郊游的？我才不会把小西单独交给你这个色狼呢。你怎么就成了色狼了？昨天白宇还把小西拉草丛里去。你这惹人先告状，你跟姚深也在草丛里。啊，好了好了，不是来郊游的嘛，走吧。走啦。先打开吧。你们两个会吗？不知道，先把它打开吧。华夏，过来帮忙啊！马上啊！你快点儿，快点儿！哦，原来你喜欢的人我就是喜欢易小泉，怎么了？搞了半天你喜欢他妹啊？就是喜欢他妹。哎，来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亲爱的小陈，你们都把耳朵捂上。不许贴，发自拍太丑了。也许很多年以后，想起今天的这一幕，不过是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沾沾自喜。但在那个阳光正好的午后，这就是我们青春全部的故事。上次比赛的视频大家都看了吧？看了，看了。我的表现根本无懈可击。姚深让我问你，是不是不会提问？他还说我，他连和你聊天都是我讲的词儿。可是姚深也夸你了，他说你那夸父那个就挺神的。算他有眼光。好了，比赛之前我强调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是节奏。白宇啊，你打鸡血了是吧？能者多劳，忍不住。哎，不过教练，我觉得每次白宇这种兴奋的状态还挺容易出亮点的。但是这样也挺危险的。姚深说，虽然白宇每次发言都很精彩，但是容易在对方非理性问题上持续缠斗，一枝独秀很容易输。清北学长感觉都要被你气死了。孙晴啊，你这天天摇身的，不太对啊。姚深的点评也是很中肯的啊，白宇啊，比你强啊。你们抨击人家半天，也没给点啥解决方案。我让你时刻观察场上的形势啊，一心两用很难吗？那这也没有办法，完全投入比赛了。华夏，你干嘛呢？啊，我在练那个左右互搏术呢。华夏，你什么时候能对正常点的东西感兴趣啊？白宇啊，就练这个。啊？顺子，过！我呢总结了我3个月追求全智贤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运气不好。飞机。所以，在我研读了黄历、圣经、易经之后，我找到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日子。
有要的啦，没了吧？嘿嘿，王炸。我说你们3个就不能为我这个终身大事考虑一下吗？等你这次失败之后，咱们哥仨就给你摆一个隆重的失恋 party。不过这钱肯定你出啊。哎，不过也是啊，咱们好像好长时间没办 party 了啊。去哪儿？就上次全智贤向左开房那家店还不错，还是复式。正好，1楼咱们玩，2楼留给他哭去。好，这群兔崽子啊！我的游戏手速可不是白。去了，我，哎，你们俩。哎，你说这个女生节，咱们是不是该给辩论队的女生也准备点啥礼物啊？你就是想给某个同学买，直说呗。哇，那是为了队伍团结。我告诉你，在一个团队里边，只有女生开心了才会太平。倒也是。哎，那你什么时候去？跟我说一声，我想给小陈也买一份礼物。你确定？你打算挖墙角了？我可没这魄力。但是小陈，我听说他好像还是单身啊。他还未满18呢，算不算违法呀？过2天婷婷过生日吧，我们要不要给她买个礼物啊？这用不着咱俩操心了，某人肯定蓄谋已久了。到底送个什么好？送礼物，送的就是个心意吧，用心就行。你说的简单，送礼物可是门学问。你送寒碜了吧，就觉得你小气；你送简单了吧，就觉得你没品位；你送的太讨他喜欢吧，就觉得你特别有经验似的。这也太复杂了吧？那你说送什么呀？投其所好呗，最好是那种他一收到就觉得这是你为他特别定制的。哦。哎，你是不是送完礼物就要向易小溪告白了？我还没想好呢。还没想好呢？我本来以为你拒绝甘露薇那天晚上就顺道要跟易小溪告白了，感情2个人一块待了大半夜，什么都没发生啊。凭什么我跟易小溪告白啊？告白这种事儿理所应当就应该是男生先啊。现在都男女平等了，我还等着他来跟我告白呢。图样图心吧，你到时候就等着跟狮子座2个人抱头痛哭吧。你们偷偷摸摸的在聊些什么呢？我们在帮队长想女生节送婷姐什么礼物，你们也帮着参谋参谋呗。清北学长这么浪漫的呀？那我是不是放弃太早啦？你不是摇身了吗？还惦记清北学长呢？哦，我觉得婷姐那么浪漫，去山上看日出，她就会很开心了。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喜欢什么？我呀，好像什么都挺喜欢的，但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对方辩友，你这完全是一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废话。你自己问的。